小伙靠着哥嫂的接济读完了高中，然而他时隔2个月回到家中，却发现哥哥1天前被人逼债上吊自杀，而且嫂子也在为他留下最后一碗稀饭后饿死在乞讨路上。无依无靠的他饿得一路爬到了大队食堂门口，食堂管理员刘大牙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，随后将他扔到了食堂外的一片雪丛。临闭眼前，他听到食堂内传来一阵说笑，原来是刘大牙放高利贷逼死了他的哥嫂。临死前，他眼角淌下一滴泪水，泪水滴落在别在胸口的钢笔上，钢笔突然发出光芒。接着秦霄睁开了眼，他发现他竟然重生到刚从镇里回到家中的那天，身体也变成了隐形人。而此时他在院子门口看到刘大牙一伙人正在刁难嫂子林婉，周围还有许多围观的村民。我重生了，嫂子还没死，还有的救，可身体怎么隐身了？临死前钢笔突然发光，钢笔应该有用处。秦霄试着转动笔帽，意念一动，身体从隐身回归正常状态。更神奇的是，脑海中还出现一个农场空间。来不及多想，他冲进院内，将嫂子林婉护在身后。可刘大牙身后的一群小弟对他一顿拳打脚踢，被一众人控制在雪地上后，刘大牙狠狠用鞋底踩在了他的脸上。呸！秦霄，你个只会读死书的废物点心，想活命！林婉跪在地上为秦霄求情，刘大牙弯腰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强迫他抬头。林婉，只要你今晚来库房帮我盘盘账，只要账盘顺了，这儿有俩热乎的，够你们叔嫂俩吃一顿饱饭。刘大牙，你丧良心！公社说没粮了，你兜里那是啥？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，那是老子的！秦霄把手伸向胸口，摸到了那支钢笔，手指转动笔帽，刘大牙的腰带崩开了。刘大牙双手去提裤子，但2个大馒头顺着他的棉裤腿滚了出来。馒头，白面的。那是白面儿，我家娃都饿得啃观音土了，他裤裆里藏白面馒头。村民们的眼神瞬间从呆滞变成野兽般的凶光。刘大牙，你不是说公社1厘米都没了吗？打死这个狗日的贪官！枪啊！反了，都反了，这是秦霄偷的。对，刚才这小子撞我一下，是他塞我裤裆里的。他偷公社粮食，栽赃干部。二狗子，给我打！民兵队长二狗子抡起步枪枪托，照着秦霄后背就砸。林婉尖叫着扑在秦霄身上，别打小肖！枪托重重砸在林婉额角。嫂子，没偷，俺家小肖是读书人，不偷。读书人偷东西更该死，把这娘们拖走，带回大队部审问。刘主任，你说我偷的？刘大牙被秦霄阴冷的眼神看得心里发毛。咋的？你还不服？秦霄手指搭在胸口的钢笔上，拔下了笔帽。服，我这就把赃物交出来。秦霄向前走了一步，假装踉跄，撞向刘大牙。滚远点！就在这一触即分的瞬间，刘大牙腰间那串粮仓钥匙凭空消失了。嫂子受伤了，我带她进屋包扎。刘主任，慢走。哼，今晚把检讨书送到大队部，不然明天停你们全家的口粮。撤！刘大牙回家吃完饭后，伸手去摸腰间，准备拿钥匙去粮仓看看。钥匙呢？他发疯一样翻口袋，翻炕席，可哪里都没有。不可能啊！明明挂在腰上的，难道掉雪地里了？突然，沉重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屋里回响。刘大牙猛地回头，屋里空荡荡的。谁在那装神弄鬼？出来！没有人回应。米缸盖子突然哐当一声，自己掀开了。刘大牙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妈呀！刘大牙壮着胆子爬过去，探头往米缸里看。原本装满白米的缸里，此刻上面覆盖着一张冥币和一张纸条。刘大牙颤抖着拿起纸条。刘大牙，阎王爷喊你开仓放粮了。刘大牙听到秦霄突然而至的声音和纸条上的文字一模一样，猛地把纸条扔掉，尖叫着往院门口跑，却发现大门不知何时被锁上了。这锁门的锁头不就是我丢失的那把粮仓大锁？刘大牙瘫软在地，裤裆湿了一片。这只是利息。出来，秦霄，我知道是你，你是人是鬼。另一边，林婉端着一个黑瓷碗递到秦霄嘴边。小肖，趁热喝。嫂子刚在灶坑里扒拉出点米粒，你喝。听话，你是读书人，脑子得用劲儿。嫂子扛饿，喝凉水都长肉。秦霄起身走到门口，把门栓插死。你干啥？大牙要是带人来查房。嫂子，闭眼。啥？闭眼。林婉闭上眼后，秦霄把手伸进怀里，意念一动，掏出一个油纸包。这是肉，哪来的？你去偷公社种猪了，快扔了，被人闻见要枪毙的。别管哪来的，张嘴。我不吃，这是断头饭。小肖，你快跑！秦霄趁他张嘴说话，直接把那块肥肉塞进嘴去，咽下去。别哭，别出声，吃！今晚把这1斤肉全吃了。肉是大肉，还有酱油味儿。乖乖，这得炖了多少肉啊！好啊，全村都饿肚子。你们家躲着吃独食，肯定是偷的。王婶眼珠一转，拔腿就往大队部跑。立功了，这回能分半个猪头。
小火钢笔帽轻轻一转，身影呈半透明状隐身在空气中。接着他来到正在拱树根的一头野猪身后，野猪突然停止了动作，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生人的味道。他抬眼看向野猪头顶悬崖上的一块巨石，下一秒，巨石精准地砸在野猪的天灵盖上，野猪抽搐了2下，晕死过去。然后他将手掌按在野猪尸体上，野猪瞬间消失不见。待看到空间里出现那头野猪，他才显形并盖上了笔帽。之前秦霄为嫂子林婉拿出的红烧肉正是从空间索取。林婉在秦霄的安抚下吃得津津有味时，另一边刘大牙正坐在椅子上发呆，手里捏着那张冥币，惊魂未定。王婶一头撞了进来，主任抓到了，抓到现行了。叫魂啊？谁？秦霄他们在屋里炖肉吃，那位飘出2里地，肯定是把公社那头种猪给宰了。吃肉好啊，正愁抓不到把柄，整死他。二狗子，集合队伍，带上火把，把秦家给我围了。刘大牙带着众人杀气腾腾地扑向秦家破屋。屋内最后一块肉刚进林婉肚子，油纸被秦霄扔进了火盆，瞬间烧成灰烬。开门查验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味儿还没散。秦霄淡定地擦了擦林婉的嘴角，又把一碗白水递给他。漱口。门被一脚踹开，刘大牙带着几个民兵冲进来，火把将屋里照得通亮。王婶第一个冲在前面，鼻子使劲嗅着，就是这味儿，肉味还没散呢。秦霄，伙食不错啊，深更半夜的，哪来的肉香？秦霄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那本破书，神色平静。刘主任闻错了吧？那是嫂子给我熬的草药味。放屁！给我搜，挖地3尺也要把骨头找出来。民兵们如狼似虎地扑向床铺和灶台。二狗子掀开一个锅盖，里面只有清水。王婶趴在地上闻灰烬，只有草木灰味。刘大牙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大步走到秦霄面前，一把揪住秦霄的领子。美肉，那我就剖开你的肚子看看。刘主任，你还是先摸摸你自己的口袋吧。刘大牙一摸口袋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正是公社丢失的那本粮票账本，吓得他心虚地将账本放回口袋。此时王婶趴在灶台上，抓起一把黑乎乎的东西，凑到鼻子前闻了闻。不对，不对啊，刚才明明是肉味，咋变成这玩意儿了？刘大牙看着那口锅，锅里只有还在冒热气的黑水和几块煮得稀烂的硬东西。肉呢？秦霄，你把肉藏哪了？刘主任，你要是饿了，这锅里的肉你尽管端走。秦霄走过去，用那只钢笔挑起锅里的一块黑东西，那是一块煮烂的老榆树皮。嫂子饿晕了，我给她煮了块树皮吊命，这也犯法啊？林婉配合地捂着肚子，虚弱地靠在墙上。大牙哥，俺家真没肉，那是俺从后山扒下来的榆树皮。不可能，我这鼻子比狗还灵，刚才绝对是红烧肉，还有酱油味。呵呵，王婶，你是饿疯了吧？还是说你想吃肉想疯了，就来我家找茬？这锅里要是真有肉，我秦霄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贴；要是没有，你这就是要逼死我们。我饿。少他妈跟我扯犊子！没肉那味儿哪来的？秦霄往前走了一步，抬手轻拍了拍刘大牙的大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刘队长，你闻到肉味儿，是因为你自个儿嘴没擦干净吧？刘大牙猛地捂住嘴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。我刚才偷吃了食堂的油渣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敢污蔑干部？我说刘主任刚才肯定是在食堂吃菜太辛苦，嘴边留了香，这才闻错了味儿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众民兵看着刘大牙嘴角的油光，一个个没人敢接话，但心里都明镜似的。刘大牙感觉微信扫地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行，秦霄，你牙尖嘴利，既然你家穷的吃树皮，那我得帮帮你。传我命令，明天全队进山围猎，公社缺肉，咱们自己打。主任，这大雪封山的，进深山那是玩命啊！谁不去？就是思想落后，就是不积极。秦霄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明天你也去。不行，小肖身子骨弱，进山就是送死。不去就扣光你家全年的工分。我看你们喝西北风能活几天？撤！刘大牙带着人呼啦啦走了。林婉瘫软在地，哭出声来。作孽啊，这是要逼死人啊！深山里有狼啊！秦霄扶起林婉，抚摸着胸口的钢笔，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反而闪过一丝兴奋。进山，刘大牙，你这是把老鼠扔进了米缸里。这大山里的东西，以后姓秦了。第二天，大雪封山，秦霄准时跟着刘大牙一行人在雪地里艰难跋涉。妈的，邪门了！往年这时候野鸡满地跑，今儿个连个耗子都没有。柳哥，回吧，再往里走就是狼窝了。回个屁！空手回去喝西北风啊！秦霄呢？那个废物点心哪去了？队伍最后面，秦霄扶着树干，大口喘着白气，和众人拉开了10几米距离。刘主任，我走不动了，鞋掉了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二狗子，别管他，让他自个儿在后面喂狼，咱们继续往前探。刘大牙带着人转过一个山坳，身影消失在风雪里，确认刘大牙他们走远了。秦霄原本佝偻的背瞬间挺直，终于清静了。接着现场出现了开头一幕，秦霄将野猪顺利捕获到空间后，另一边刘大牙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空荡荡的身后。刘哥，咋不走了？不对劲。啥不对劲？秦霄那小子平时走2步就喘，今天咋跟着这么远才掉队？而且刚才那声闷响，你听见没？我们分头去找。
他靠在树上往左移动2厘米，身子却能轻易躲过身后射来的子弹，而且在子弹击中树皮的一刹那瞬间隐形，甚至没过2秒钟，身子就穿梭到对手身后。对方见他人间蒸发，无助地端着枪原地转圈寻找。突然空中刮过一阵风声，出来，别装神弄鬼，老子看见你了！秦霄抬脚对准刘大牙的屁股一脚踹出，刘大牙整个人向前扑去，前方2米处的雪地上覆盖着一层枯枝败叶，那是猎人留下的捕兽坑。刘大牙冷不丁掉了进去，啊，我的腿！刘大牙重重摔进坑里，坑里高度足有3米。刘大牙痛苦地抱着大腿，远处传来二狗子等人的喊声和脚步声。主任咋了？枪走火了？刘大牙疼得满地打滚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手里的枪也甩飞了。秦霄轻盈地跳进坑底，从怀里掏出一叠纸票子，那是之前从刘大牙家搜刮来的50斤全国通用粮票。这可是你的棺材板。秦霄一把抓过刘大牙腰间挂着的那个军用水壶，刘大牙疼得神志不清，根本没察觉。秦霄拧开盖子，把那一卷粮票死死塞进壶嘴里，只留个角在外面，然后把壶盖虚掩上。接着秦霄脚尖一点窜上坑底，他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后显形，故意把头发弄乱，脸上抹了2道黑灰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刘主任掉坑里了！二狗子带着10几个民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后面还跟着几个胆大的村民，本来是想进山捡漏的。主任，我的亲娘嘞，咋摔成这样？快放绳子！民兵们把惨叫不止的刘大牙从坑里吊了上来，刘大牙疼得脸煞白，一上来就看见了站在旁边的秦霄。是他推我，他是鬼，他会妖法。刘主任，你摔糊涂了吧？我刚才一直在那边解手，听到惨叫才跑过来的。二狗哥他们都能作证，我离你8丈远呢。是啊，主任，刚才秦霄确实在后面。放屁！就是他，给我毙了他！天哪，主任，你水壶里露出来的是啥？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刘大牙的腰间，刚才的拖拽和挣扎，让那个虚掩的水壶盖子彻底松脱。随着刘大牙的剧烈喘息，一团花花绿绿的纸团顺着壶嘴一下掉了出来，风一吹，纸团散开，几张票子飘落在雪地上。这是粮票，全国粮票50斤的。全场瞬间安静的可怕，连刘大牙的惨叫声都卡在了喉咙里。在这个饥荒年代，这一张纸就是一条命。二狗子捡起另一张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这也是，还有邮票、布票。主任，你哪来这么多票子？公社不是说1两存粮都没了吗？刘大牙看着地上的票子，瞬间傻眼了。这是他藏在自家房梁上的私房钱，怎么会跑进水壶里？不是我的，是秦霄，是这小子栽赃我。栽赃？刘主任，这水壶可是你的命根子，睡觉都不离身。我一个穷学生，上哪弄这么多全国粮票塞你壶里？我要有这本事，我嫂子还能饿得吃树皮。乡亲们，咱们在村里吃官饮土，喝刷锅水。刘主任随身带着几十斤粮票进山打猎，这就是咱们的好干部啊！我家小三子前天刚饿死，就差这一口啊！刘大牙，你个畜生，你还我儿子的命来！老汉疯了一样扑向刘大牙，一口咬在刘大牙完好的那条腿上。反了，二狗，开枪，把这帮刁民都突突了。二狗子端着枪，手却在发抖。他看着地上的粮票，又看看周围民兵们同样愤怒的眼神。没人动，没人听令。民兵也是人，家里也有饿死的老娘。法不责众，打死这个贪官！粮票大家分了救命！这句话像火星掉进了油桶，所有的村民，甚至几个民兵，全都红着眼冲了上去，拳头、脚、枪托雨点般落在刘大牙身上。救命！别打脸，我是干部。秦霄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被淹没在愤怒中的刘大牙，他面无表情地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手指轻轻抚摸着胸口的钢笔，缓缓戴上了笔帽。第一笔账清了。一辆绿色的吉普车碾过积雪，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不怒自威。这是公社书记赵卫国。赵卫国看着混乱的场面，厉声喝道：“都住手！像什么话？”村民们吓得纷纷停手散开，露出地上已经被打得只有进气没出气的刘大牙。赵卫国皱眉看了一眼地上的粮票，又看了看刘大牙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。把人扣起来，带回公社审查。2个警卫员冲上去拖走了刘大牙。赵卫国的目光扫过人群，最后定格在站在最外围的秦霄身上。他的视线落在了秦霄胸口那支钢笔上。赵卫国眼神微微一凝，大步走到秦霄面前。派克51还是金剑的小同志，这支笔你是京城秦家的人。书记好眼力，不过现在没有什么秦家，只有红星大队的社员秦霄。秦霄那个被下放的有点意思。这刘大牙的事是你做的局吧？秦霄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手指轻轻摩挲着笔身。赵卫国目光死死锁住秦霄胸口那支钢笔，脸上挂着笑，手却突然伸出来，直奔那支钢笔。这笔不错，借我瞧瞧。这钢笔是空间锚点，绝不能让人发现。收！就在赵卫国的手指尖即将触碰到笔帽的瞬间，赵卫国的手指抓了个空，原本别在口袋上的钢笔凭空消失了。秦霄假装被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半步，身子一抖。就在这一抖的瞬间，那支钢笔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口袋原位。秦霄一脸茫然，拍了拍胸口：“赵书记，您这是？”
男人见小伙第一面就伸手摸向小伙胸口，可小伙假装受惊往后一退，胸口钢笔瞬间消失不见。男人摸空后手尴尬地僵在空中，此时他却又看到钢笔出现在小伙胸口。明明看见笔在呢，抓的时候却没了，现在又有了，眼花了。呵呵，看来是雪地反光，老眼昏花了。赵卫国上前一步，不再抓笔，而是重重地拍了拍秦霄的肩膀。小同志，在这个世道，怀璧其罪，这笔杆子有时候比枪杆子还烫手，拿稳了，别把自己烫死。谢书记教诲，笔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烫不烫手，看谁拿。2个警卫员架着刘大牙往吉普车后备箱拖，刘大牙断了一条腿，还在拼命挣扎。书记，冤枉啊！那粮票不是我的，是秦霄，这小子会妖法，他刚才明明在后面，一下子就变没了，他是特务。妖法？刘大牙，你是说我赵卫国眼瞎，连特务都分不清，还是说你想告诉我，这几十斤全国粮票是鬼塞进你水壶里的？真的是鬼啊！书记，你信我？带走！刘大牙贪污腐败，证据确凿，回去好好审，把肚子里的油水都给我挤干净。刘大牙被车带走后，二狗子和一众民兵站在旁边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被牵连。刘大牙这颗毒瘤，我替你们拔了，但是红星大队的烂摊子得有人收拾。公社决定，从今天起，红星大队由我亲自驻村整顿。我不管以前刘大牙怎么管的，在我赵卫国手底下，谁敢偷奸耍滑，这就是下场。村民们一个个吓得头都不敢抬。赵卫国走到车前准备上车，却又停住了。秦霄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得干聪明事。刘大牙倒了，但这几百张嘴等着吃饭。书记的意思是，这是红星大队的欠条，公社也没余粮了。既然你有本事把刘大牙弄进去，那你就有本事让大伙活下去。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红星大队每家每户的烟囱都冒烟。要是做不到，你就去号子里陪刘大牙作伴吧。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那支笔烫手。第二天一早，秦霄和林婉来到队部办公室开会，屋里挤满了人，二狗子、王婶还有几个族老都在。看到秦霄回来，大家都围了上来。霄哥，不，秦干事，赵书记咋说的？给咱拨粮了吗？没粮，1粒米都没有。全屋子的人瞬间泄了气。这可咋整啊？刚走了个刘大牙，来了个赵阎王，这是要活活饿死咱们啊！小肖，要不咱们跑吧，进深山躲躲。跑？往哪跑？既然他想看戏，那我就给他唱一出大的。秦霄转头看着几个面黄肌瘦的村民，都别嚎了，公社不给粮，咱们自己找。上哪找啊？耗子洞都刨空了。谁说耗子洞空了？刘大牙当了3年管理员，他那张嘴是吃饱了，可他那些狐朋狗友，还有镇上那些黑市贩子，他们手里的粮可还没吐出来呢。二狗，你以前跟刘大牙混，知道他把倒卖的粮食都销给谁了吗？知道，镇西头的独眼龙刘大牙每个月都往那送2车货。好，今晚咱们不睡觉，咱们去镇上借粮。赵卫国，你想看烟囱冒烟？行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烈火燎原。第二天，大队食堂里吃饭的队伍排成长龙，赵卫国手里的大铁勺不耐烦地敲着锅边。下一个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后面还等着呢。林婉上前捧着那个缺口的黑瓷碗递了过去，给捞点稠的吧。赵卫国瞥了一眼林婉，又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秦霄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。哟，是林婉啊，行，照顾照顾。赵卫国一勺子沉底，满满当当捞上来一勺带米的稠粥。林婉的眼睛瞬间亮了。哎呀，手滑手滑！赵卫国的手腕极其有节奏的抖动，勺子里的米粒、红薯块随着抖动一点点精准的全部掉回锅里，最后勺子里只剩下一汪浑浊的洗锅水。拿着吧。这全是水啊！谁怎么了？谁也是集体财产。你们秦家成分复杂，思想落后，这就叫忆苦思甜，懂不懂？下一个。林婉端着那碗水，膝盖一软就给赵卫国跪下了。俺求你了，小肖身子骨弱。秦霄一只手猛地抓住了林婉的胳膊，夺过林婉手里的碗。嫂子，膝盖是用来走路的，不是用来跪畜生的。秦霄，你骂谁是畜生？想惹事啊？秦霄微微一笑，把碗里的水直接泼在了地上。这洗锅水留着你自己漱口吧。嫂子，我们走。全场村民倒吸一口凉气，在那个年代敢泼饭那是大逆不道。反了，你敢浪费粮食？粮食别急，今晚我会让秦家的饭桌上摆上真正的粮食，至于你锅里这些猪食，留着喂你的狗腿子吧。看着秦霄拉着林婉离开的背影，赵卫国眼里的怒火慢慢变成了阴毒。他招手叫来身边的狗腿子，这小子不对劲，以前3棍子打不出个屁，现在变得这么狂。书记，要不晚上我去掏他麻袋？蠢货，现在全村都盯着呢，你去查查秦家的地，特别是去查查秦家祖坟。还有，我要知道他那支笔的来历，那玩意儿看着邪性，不像是凡品。要是让我抓到他搞封建迷信的把柄，哼，我就让他秦霄连洗锅水都喝不上。
小伙拔下笔帽，对着不远处的牛棚方向一指，又透过窗户缝隙对着屋内的烧鸡一点，屋内桌上那只热气腾腾的烧鸡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坨硬邦邦的牛粪。小伙对着屋内煤油灯方向一吹，灯光暗淡了几分，乍一看，那黑乎乎的轮廓和烧焦的鸡皮没啥两样。男人哼着小曲走过来，手里拿着酒瓶，他根本没细看，坐下身来抿了一口酒，就向那坨牛粪咬去。这鸡皮咋烤得跟石头似的，还塞牙。随着口腔温度的融化，那股冻住的牛粪味儿终于在嘴里爆开了。赵卫国猛地把脸凑近看，他手里抓着的分明是一坨牛粪。赵卫国把手里的牛粪一扔，疯狂干呕。谁干的？他哆哆嗦嗦地摸出那把驳壳枪，枪口对着空荡荡的屋子乱晃。谁出来？哪个狗日的在整我？滚出来！屋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窗户纸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。赵卫国喘着粗气，桌上的煤油灯忽明忽灭地闪了两下。谁？空气微微扭曲，秦霄突然站在桌边，鼓起腮帮子，对着灯芯又轻轻吹了一口气，灯光瞬间暗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悠悠的声音带着颤音飘了出来，那声音正是刚被抓进去不久的刘大牙的声音。叔，姐，下面好冷啊。刘大牙，你不是在耗子里吗？你别吓我。我饿。书记，你吃烧鸡，让我吃香子儿，我死得冤啊。突然床板下传来指甲抓到床板的声音，赵卫国猛地扔掉枪，对着空气疯狂磕头。大牙兄弟，不是我害你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秦霄那个小畜生整你的，你要索命去找他，别找我。呵，这就着了，软骨头。我没烟抽，也没钱花，书记借点路费。我这就给你烧纸，烧大钱，你别带我走。赵卫国闭着眼，撅着屁股趴在地上磕头，根本不敢抬头看。秦霄站在旁边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丑态百出的书记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地上，地上露出了一个纸箱子。秦霄蹲下身，轻轻把箱子拖出来一点。赵卫国听见声音，以为是鬼在拿东西，抖得更厉害了。拿走，都拿走，别吃我就行。秦霄打开箱子，眼睛一亮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2条大中华香烟，还有2瓶茅台酒。好家伙，这都是民脂民膏啊！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就替刘大牙收了。秦霄手一挥，烟和酒都收入空间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纸箱子。谢了，书记，明晚我还来。另一边，破旧的木桌上，那只刚才还在赵卫国桌上的烧鸡，此刻正冒着热气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林婉手里拿着针线活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烧鸡，手里的针扎到了手指都没发觉。小肖，这是你是去抢供销社了，还是去抢赵卫国了？嫂子，别问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不行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，赵卫国要是知道了，他现在顾不上，他正忙着吃独食呢。嫂子，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家就不吃糠咽菜。是。林婉看着秦霄坚定的眼神，又闻着那钻心的肉香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鸡腿上。她张大嘴，狠狠咬了一口，香，真香。小肖，你也吃。我不饿，这鸡屁股留给赵卫国，剩下的全是你的。秦霄想起刚才赵卫国那一嘴屎的样子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声音消失了。屋里的煤油灯突然噗的一声，火苗窜高，恢复了正常亮度。第二天阳光照进屋里，赵卫国在地板上趴了一宿，腰酸背痛的爬起来。他看着四周，阳光明媚，仿佛昨晚的一切只是个噩梦。书记，起！哎呦，您这是咋了？印堂发黑啊！闹鬼！昨晚大牙回来找我了。为啥？大牙不是在县里蹲着吗？你不懂，那是生魂来讨债的。对了，他说借路费。赵卫国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猛地看向地上，我的特供烟，我的茅台都被他拿走了。狗腿子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挠挠头。书记，这鬼还挺识货啊，专挑中华烟抽。这大牙生前也没这待遇啊。完了，真是鬼！人偷东西还得留脚印，这鬼拿东西连个渣都不剩。不对，就算是大牙的鬼魂，那也是秦霄招来的。这小子身上有邪气，既然鬼我不怕，那我就整死人。赵卫国猛地站起来，也不管腰疼了，一把抓住狗腿子的衣领，去通知手下，就说秦霄搞封建迷信，还在家里私藏违禁品，我要带人去抄他的家。这次我要把他的地皮都翻过来，我看他往哪藏。天刚蒙蒙亮，秦霄背着一个竹背篓，里面盖着厚厚的干草。林婉把2个煮熟的红薯塞进秦霄怀里。小肖，真要去县城？听说路上不太平，还有流窜的盲流子，要不别去抓药了。嫂子这身子骨能扛。嫂子，你这咳了好几天了，必须得吃药。放心，我走大路，天黑前肯定回。秦霄紧了紧背篓的带子，背篓看似轻飘飘的，其实那是掩护，真正的火都在秦霄的空间里躺着。把门锁好，谁敲也别开。县城黑市胡同里，人们都蹲在墙根底下，每个人都缩着脖子，袖着手，没人敢大声说话，都在用眼神交流。秦霄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蹲下，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了2样东西，2条红白相间的香烟盒子，悄无声息地摆在了面前的破布上。很快，一个老头路过，余光扫了一眼，脚底下就走不动了。乖，大中华，这是真的。老头蹲下来，想伸手摸，又不敢。只换不卖，要老物件或者小黄鱼。
我有个清朝的鼻烟壶，能换几根？秦霄伸出一根手指，1包，1根，我换。就在交易刚要进行的时候，尖锐的口哨声响起，人群突然像受惊的鱼群一样散开。3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晃了过来，领头的一个是这一片的黑市头目佛爷，人称刀疤。刀疤一脚踢开那个老头，站在秦霄面前，用脚尖踢了踢烟盒。哟，面生啊，兄弟，哪条道上的？拜过码头了吗？秦霄依旧蹲着，头都没抬。做买卖还得查户口？做买卖不用查户口，但这烟我看有点眼熟啊，像是公社丢的赃物啊。2个打手围了上来，手里都拿着一把刀子，周围的人都躲得远远的。小子，识相的，把东西留下，滚蛋，不然我喊2嗓子，你这2条烟的没收，人还得去蹲耗子。你想要烟？算你是。秦霄的手猛地拍在面前的破布上，但他拍下来是一块足有5斤重的生猪肉，刀疤的手瞬间僵在半空。肉是大肉！天哪，那是飞镖，那么厚的飞镖！所有人的眼睛瞬间绿了，人群开始不受控制地向这边涌动。秦霄一只手按在肉上，另一只手缓缓拔下胸口的钢笔帽。烟是死的，肉是活的，刀疤哥，这肉你也想没收？刀疤看着那块肉，喉结剧烈的上下抽动。秦霄站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剔骨刀，猛地插在猪肉上。今儿个我只换不卖，谁家里有压箱底的老物件，拿来换肉，1两黄金，1斤肉。刀疤的手刚碰到那块猪肉的油皮，秦霄的手瞬间扣住刀疤的手腕，反关节猛地一折。看我的手！秦霄没松手，抬腿就是一脚，正中刀疤的小腹。刀疤飞出去2米远，撞在土墙上，捂着手腕，浑身颤抖。感动佛呀，弄死他！2个打手一左一右扑上来，刀光闪烁，找死！秦霄利用系统强化的身体素质，动作快得像残影。他一把抓住打手甲持刀的手腕，往怀里一拉，膝盖猛地顶上去。打手甲连哼都没哼一声，捂着肚子跪下了。打手乙刚想跑，被秦霄回身一个扫堂腿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秦霄弯腰捡起那块猪肉，秦霄一只脚踩在刀疤完好的那只手上，手里提着那块大肉，冷冷地环视四周。还有谁想没收的？站出来！刀疤在地上疼得直抽抽，却不敢骂了，眼神里全是恐惧。听好了，我不卖烟了，我卖命！谁出价高，这肉归谁？谁敢动歪心思，这刀归谁？全场死寂之后，是一阵骚动。小兄弟，我这宣德炉真能换。秦霄瞥了一眼，系统估值瞬间启动。大明宣德年制，真品，后市拍卖至少7位数。换！秦霄切下一块足有1斤重的五花肉，用草绳穿了，递给老头。拿好，别让人抢了。谢小兄弟，救命恩人呐！有了第一个，人群瞬间炸了。我有袁大头2块，换半斤刑部。我有玉镯子，祖传的。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胡同口，车门打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她是县供销社的主任苏青。都让让，这肉味儿我在车里都闻见了。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，苏青走到秦霄摊位前，看了一眼地上的刀疤，又看了一眼秦霄。这肉我要了。供销社的人，麻烦来了。这位大姐刚才说了，只换老物件和黄鱼，不收钱。大姐，小弟弟，你嘴挺甜，就是眼力见差了点，我不给钱。苏青从包里掏出一张盖着红章的纸，这是一张特批条子。我是供销社主任苏青，这肉算你捐给国家的，不过嘛。苏青伸出手指，轻轻勾了一下秦霄胸口那只钢笔的笔帽。我看你身手不错，人也长得俊，我不仅要这肉，我还要你这个人手里的货。今晚来我办公室，咱们单独聊聊。秦霄看着苏青，又看了看周围虎视眈眈的人群，他突然把剔骨刀收回腰间，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苏主任，我的货怕你吃不下，在这个县城还没有我苏青吃不下的东西。小弟弟，刚才那一手断骨练过，不像是个装甲汉，倒像是个练家子。苏主任，我是来做买卖的，不是来查户口的。肉在这，价钱呢？苏青笑了，他伸手从包里掏出一叠大团结，还有一卷花花绿绿的工业券。苏青把钱和券递给秦霄，这是定金，下周这个时候我要100斤。100斤，苏主任胃口不小，不过这点钱买猪下水还凑合，买我的肉不够。嫌少，这可是200块，够你们全村吃1年了。钱是纸，肉是命，我要硬通货。苏青突然抬起手腕，解下了手上那块手表，全当手表，百货大楼卖120块，还得有票排队1年，这东西够硬吗？秦霄眼睛一亮，伸手接过手表，揣进兜里，成交。别耍花样，你要是敢吞了我的货，苏主任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龙肉我也能给你弄来。秦霄转身把那块5斤重的猪肉扔给司机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去查红星大队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，这小子不是池中物。回到红星大队村口，秦霄刚转过村口的大树，脚步猛地顿住了。远处秦家破屋的方向，一股黑烟直冲云霄。秦霄一路跑回家，冲进人群，一把推开挡路的二狗子，冲到火场前。赵卫国正站在上风口，手里拿着一块手帕捂着鼻子，假模假样的挥手。哎呀，都别靠太近，小心塌方。这秦家也是倒霉，怎么救？我嫂子呢？
嗨嗨，林婉啊，刚才我说屋里好像藏了违禁品，要进去搜搜，他非说没有，还要进去抢救什么罪证？这不，刚进去火就一大块带着火的横梁砸了下来，堵住了门口。哎呦，这下完了，估计都烧成灰了。秦霄看着那熊熊大火，没有说一句话，他松开赵卫国，转身面对火海。秦霄，你干嘛？别想不开呀！为了个女人。秦霄猛地深吸一口气，手掌按在胸口，确认空间屏障启动。屏障开！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秦霄没有任何防护，直接冲向了那道火墙。秦霄回来，那是送死啊！哈，疯了！这叔嫂俩正好凑一对烤鸭，都看着点，这就是搞封建迷信的下场，引火自焚。秦霄的身影瞬间被吞没在大火之中，屋内烈火温度高达几百度，但在秦霄周身1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屏障。秦霄跨过燃烧的房梁，目光在烟尘中搜索，角落里林婉缩成一团，身上盖着那床破棉絮。嫂子！秦霄一挥手，林婉身上正在燃烧的棉絮，周围逼近的火舌瞬间凭空消失。秦霄冲过去，抱起林婉，林婉满脸是黑灰，呼吸微弱，已经呛晕过去了，但她的双手死死地护在胸口。傻女人，命都不要了！林婉的手松开了，在她掌心里赫然躺着那支派克钢笔，那是秦霄的命根子，也是他眼里秦霄唯一的体面。赵卫国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动他。大火还在烧，赵卫国看了看表，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二狗，去提2桶水，等火灭了，把尸体扒出来，找个坑埋了。记着，写报告就说秦家私藏易燃违禁品，意外失火。英明，这下红星大队彻底清静了。收队。火场中心突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燃，不是爆炸，而是像有什么东西把火焰硬生生推开了。漫天火星飞舞中，一个黑影抱着一个人，缓缓从火海里走了出来。神，什么动静？烟雾散去，秦霄毫发无伤，怀里抱着林婉，一步步踏出废墟。秦霄的眼神穿过层层热浪，死死定在赵卫国身上，那眼神像刚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鬼啊，火烧不死。秦霄轻轻把林婉放在远处的草垛上，然后他转身走向赵卫国，他每走一步，赵卫国就后退一步。你是人是鬼？那么大的火，你怎么？赵书记让你失望了。阎王爷说我的命太硬，他收不起，但是他说他那儿缺个烧火的，问你愿不愿意去。赵卫国被秦霄的气势吓得腿软，想拔枪，手却抖得握不住枪柄。秦霄突然抬手，对着赵卫国胸口虚空一点，空间置换火种。秦霄把刚才火场里的一块燃烧的木炭凭空转移到了赵卫国的口袋里。啊，烫死我了！小心玩火，玩火必自焚。赵卫国一伙人走后，林婉躺在干草堆上，她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却干裂发白，整个人抖个不停。冷，好冷，火别烧。赤脚医生老李把手从林婉手腕上拿开，叹了口气，把听诊器塞回破布包里。秦霄啊，准备后事吧，这是烟呛了肺，又受了惊吓引起的大叶性肺炎，烧成这样，神仙难救。药呢？你是医生，给我开药。没药啊，卫生所里只有红药水和阿司匹林，他这病得用洋药盘尼西林，那玩意儿比金条还贵，只有县医院有。县医院？别想了，县里闹流感，全城戒严，医院那是重兵把守，你没介绍信，连大门都进不去。秦霄没有听完，他转身走到林婉身边，伸手摸了摸她滚烫的额头。老李，看好他，天亮之前我回来，要是他没气了，你就给他陪葬。县医院里，2名背着步枪的民兵在走廊里巡逻。精神点，听说最近有牦牛子偷药，这盘尼西林可是战略物资。空气微微扭曲，秦霄贴着墙根与民兵擦肩而过，民兵已突然停下脚步，摸了摸后脖梗。咋突然这么冷？像是有阴风。秦霄径直穿过走廊，来到西药房门口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。锁，防君子不防系统。秦霄把手掌贴在厚重的木门上，空间穿透世界。秦霄的视线穿透了木门，看见了屋内的景象。屋内一排排玻璃柜子里摆满了各种药品，在最里面的保险柜里，整整齐齐码着几盒印着外文的盘尼西林。秦霄的身影在屋内显现，他走到保险柜前。我不开柜子，我搬家。秦霄双手按在保险柜上，那个半人高的沉重保险柜，连同里面的所有贵重药品，瞬间凭空消失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客气。秦霄转身看向旁边的货架，他手挥过之处，货架瞬间清空。谢了。秦霄回到院子后，老李正打着瞌睡，突然感觉眼前一花。秦霄带着一身寒气站在他面前，他把一个精致的小玻璃瓶和注射器拍在干草上。盘尼西林，进口的，你真去抢医院了？少废话，救人！老李手抖得像筛糠，但在秦霄杀人的目光下，还是熟练的配药、扎针，药液推进林婉瘦弱的手臂。不一会儿，林婉急促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，脸上的潮红也褪去了一些。神了，这洋药就是神，烧退了，命保住了。秦霄紧绷的肩膀终于松了下来，他坐在林婉身边，握住她冰凉的手。封口费，今晚的事烂在肚子里。等，我啥也没看见。另一边，赵卫国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赵哥，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
咋了？秦霄那小子冻死了？不是秦霄，是县里。刚才公社来电话，说县医院昨晚遭了贼，西药房让人给搬空了，连保险柜都扛走了。啥？搬空了？那是哪个江洋大盗干的？不知道啊，现场连个脚印都没有，门窗也是好的，就像是鬼搬运。而且啥？而且听说昨晚有人看见秦霄往县城方向去了。放屁！秦霄就他那小身板，还能扛动保险柜？再说了，他家昨晚刚烧煤，他顾得上吗？不过正愁没理由抓他呢。走，去他家给我搜。赵卫国带着10几号人，气势汹汹地围住了秦霄家。秦霄，出来！县医院丢了东西，有人举报是你干的，我们要搜查。破门帘掀开，秦霄从没烧毁的一间侧屋走了出来，他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粥，粥里还飘着肉末的香味。肉粥，好啊！你个小偷，哪来的米和肉？赵书记，你这鼻子属狗的！医院丢了东西，你找警察，找我干什么？至于这粥，昨晚大火烧的旺，把地里的耗子都熏出来了，我这是废物利用，不行吗？赵卫国一把推开秦霄，冲进烧毁的屋内，屋内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堆干草和躺着的灵碗。赵卫国气急败坏地带人离开秦霄家后，秦霄站在门口，手指轻轻抚摸着钢笔。赵卫国，你找药没有？但你要找的粮，我这就送给你。秦霄的视线落在了远处大队部那座高耸的圆柱形粮仓上。晚上，赵卫国正端着一杯热水踱步，屋外突然传来村民大喊粮仓失火的消息。赵卫国手一抖，滚烫的茶水泼了一裤裆。啥？粮仓？赵卫国冲出大门，来到粮仓外，那座圆柱形的土粮仓，此刻已经变成了一根巨大的火炬。救火！快救火啊！那是公社最后的救命粮啊！烧了我得枪毙啊！村民们乱作一团，有的提桶，有的扬沙子，但这火势太猛了，根本扑不灭。粮仓背面阴影处，秦霄看着熊熊燃烧的粮仓，眼神冷静的可怕。烧吧，烧得越旺，这口黑锅你就背得越稳。里面的3万斤粮食，早在1分钟前就姓秦了。秦霄深吸一口，调整表情，瞬间从猎人变成了受害者。此时赵卫国正急得想往火里冲，被二狗子死死抱住腰。赵哥，进步的要他了，滚开！粮没了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浑身焦黑、冒着烟的人影跌跌撞撞地从粮仓侧面的草垛里滚了出来，正是秦霄。抓人啊！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齐刷刷看向秦霄。秦霄，你说啥？有纵火犯？秦霄剧烈咳嗽，他指着粮仓后门的方向，手指剧烈颤抖。我看见了，刚才有个黑影鬼鬼祟祟从粮仓后门跑了，手里还拿着火把。我刚想喊，他就把火把扔进去了。黑影？谁？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粮仓种地，平时都是民兵把守，今晚民兵都去哪了？为什么有人能在大队部眼皮子底下放火？乡亲们，那可是咱们的口粮啊！就因为赵书记把民兵都调去抓我这个坏分子，让纵火犯钻了空子，这粮是让纵火犯烧的，更是让人祸害没的。村民们的眼神变了，看着被烧毁的粮食，绝望变成了愤怒。赵卫国，你赔我们的粮，你应该辞职，上面查起来你要负责。不是，我没有。秦霄，你血口喷人，是你，肯定是你。我差点被烧死在粮仓里，我是为了追纵火犯才成了这个样子。赵书记，你不想抓纵火犯，非要咬我一口，莫非那纵火犯是你放进来的？还是说这把火就是为了掩盖你贪污粮食的账目？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，直接把赵卫国砸晕了。粮仓的顶棚终于支撑不住，轰的一声塌了下去。赵卫国瘫软在地，看着化为灰烬的粮仓，面如死灰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查，必须查！里面还有粮食残渣，只要有残渣。秦霄站在火光中，脸上挂着悲戚的表情，嘴角却在阴影里微微上扬。查，你慢慢查，你会发现这3万斤粮食烧得连个碳化层都没有。第二天清晨，一辆满身泥泞的吉普车冲进人群，急刹在还在冒烟的粮仓废墟前，车还没停稳，车门就被一脚踢开，下来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是县里专案组的雷队长。雷队长，您可来了，出大事了，天塌了啊！雷队长没理他，目光停留在还在冒烟的粮仓地基上。3万斤粮烧没了。赵卫国指着站在一旁浑身焦黑的秦霄，手指头都要戳到秦霄脸上。是他，雷队，就是这小子。昨晚我亲眼看见他在粮仓鬼鬼祟祟，肯定是他偷了粮，然后放火烧仓，想毁尸灭迹。秦霄靠在一根烧焦的木桩上，剧烈的咳嗽着。说话要讲证据，昨晚全村人都看见了，我是第一个冲进去救火的。我要是放火，我还能把自个儿烧成这样？你那是苦肉计，雷队，别信他，这小子邪性的很，抓他，快把他铐起来！闭嘴！我问你话了吗？赵卫国被这一眼瞪得喉咙发紧，剩下的话全噎了回去。手伸出来！秦霄缓缓伸出双手，那双手上全是燎炮。幸好我做了系统伪装。雷队长，粮仓烧了，我也心疼，但赵书记这一口大锅扣下来，我背不动。赵书记，火还没灭透呢，你就急着喊捉贼，这戏码是不是唱得太早了点？
你什么意思？雷队长没有理会两人的争吵，他走进废墟中心，蹲下身，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捻起一撮地上的黑灰，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只有草木灰味。雷队，火太大了，肯定都烧成灰了。赵卫国，你当我是傻子？3万斤粮食，那是堆积如山的谷子，就算烧了，也会留下大量的碳化层，骨壳烧不尽，遇水会结块。这里面，雷队长一脚踢开一堆灰烬，底下露出了被烧硬的黄土地面，干干净净。残渣呢？赵卫国傻了，他看着光秃秃的地面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这可能火太猛，烧气化了。气化？你家粮食是酒精做的？来人，给我挖，把这地基给我挖开3尺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一粒烧焦的米。7、8个警卫抡起铁锹，开始疯狂挖掘，一敲下去是黑灰，继续挖下去，里面全是黄土。赵卫国的冷汗顺着下巴滴在地上，他死死盯着土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出米啊，出米啊！那粮食现在正躺在我的空间里，连一粒灰都没给你留。报告雷队，挖了1米深，全是生土，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渣，连个老鼠洞都没有。村民们虽然不懂刑侦，但也听明白了，这里面根本没粮。雷队长慢慢摘下手套，扔在赵卫国脸上。赵卫国，解释解释吧，一场大火烧掉了一个空仓。冤枉啊，雷队！昨天我还查过库，粮都在啊，满满当当的，肯定是秦霄，他会妖法，他把粮变走了。妖法？你跟我讲聊斋，还有10分钟。赵卫国，要是还见不到米渣子，你就准备把牢底坐穿吧。雷队，真有粮，真有啊！是不是土把灰吃了？是不是风吹跑了？秦霄突然弯腰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报告，雷队长，我肚子疼，可能是刚才吸了烟灰，想去个茅房。快去快回，别跑远了。是，就在后面。秦霄捂着肚子，踉踉跄跄地跑向大队部后院的厕所方向，转过墙角，确认没人看见。秦霄腰杆瞬间挺直，眼神一冷。10分钟够了。秦霄伸手摸向胸口钢笔，空气扭曲，人影消失。赵卫国家大门紧闭，但这对隐身的秦霄来说形同虚设。他直接翻墙而入，直奔后院那个盖着厚厚稻草的地窖口。秦霄掀开稻草，拉开木板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赵书记，借你的宝地一用。地窖里很空，角落里只有几个干瘪的萝卜和半坛子咸菜。看来赵卫国把好东西都藏在别处，或者吃光了。这么干净，那怎么行？家里要有点存货。秦霄抬起手，掌心对着地窖中央的空地，意念一动，几百斤大米凭空涌出。那是之前秦霄从黑市粮站一点点蚂蚁搬家存下来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刚才粮仓大火前瞬间转移的，够你枪毙10回了。秦霄接着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那是一把铜钥匙，正是之前刘大牙身上那把，后来失踪的粮仓备用钥匙。物归原主。秦霄戴上笔帽，隐身消失在地窖中。另一边，警卫班长爬出土坑，满脸是泥，手里拿着一份记录本。报告雷队，挖掘深度1.5米，确认未发现任何碳化粮食残留，结论是火灾发生时粮仓是空的。这句话像判决书一样砸下来，赵卫国两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赵卫国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3万斤粮食，你给老子变魔术变没了？我不知道啊，雷队真是见鬼了，肯定是秦霄偷的，肯定是他。秦霄这时候正好上完厕所跑回来，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喘气。赵书记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就去个茅房的功夫，你又赖我。我要能偷走3万斤粮，我还至于住那破茅草屋？去抄他的家，我就不信这么大批粮食他能藏到天上去。10分钟后，一名去搜查赵卫国家的小兵像疯了一样狂奔而来，他跑得太急，手里还挥舞着什么东西。报告，雷队有重大发现。说，在赵书记家地窖里发现了大批粮食。啥？我家粮食？全是白米、金米，堆得跟山一样，起码几百斤。而且什么？而且在你堆上发现了这个。雷队长看着那把钥匙，又看看地上的赵卫国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猛地一脚踹在赵卫国心窝上。好你个赵卫国，贼喊捉贼呀！这边烧空仓，那边往自己家搬大米，你他妈胆子比天还大！不可能，我地窖里只有萝卜，哪来的米？那是陷害，是秦霄陷害我。秦霄看着赵卫国那副惨样，脸上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表情。天哪，赵书记，原来是你偷了大家的救命粮，你还想赖给我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打死他，吃人血馒头，把他家砸了。愤怒的村民冲上去，对着赵卫国拳打脚踢。雷队长这次没有阻拦，只是冷冷地看着。秦霄站在混乱的人群外，手指轻轻抚摸着胸口的钢笔，眼神平静如水。赵卫国，游戏结束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红星大队这盘棋该换人下了。第二天，赵卫国家院子里，村民们横七竖八地靠在墙根，一个个摸着滚圆的肚皮，脸上挂着痴呆般的满足笑。秦队，这干饭真他娘的顶饱，要是天天能这么吃，让我叫你爹都行。二狗你个没出息的！不过秦队长这顿是吃爽了，可赵卫国倒了，公社那边钥匙查下来，说咱们私分赃物，还有明天咋办？
众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秦霄身上，刚才只顾着吃，现在回过味儿来了。怕什么？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。赵卫国贪的那3万斤粮，大部分已经被他倒卖给黑市了。刚才咱们吃的那是公社追缴不及时，剩下的渣渣我已经跟上面打点过了。大殿，秦队你在上面有人？没人，我敢动赵卫国。公社把剩下的赃物拉走了，但这事儿算平了。至于明天，大米饭不能天天吃，太扎眼。但这玉米面管够，只要听我的，跟着我干，我保你们顿顿有干的。王子面细粮啊，秦队长，以后我们就听你的，你指哪我们打哪。村民们纷纷相迎，人群在欢呼。林婉站在阴影里，看着院子中间的秦霄，他有些恍惚。这还是那个只会读死书，被刘大牙踩在脚底下的书呆子吗？秦霄来到林婉身边，嫂子，吃饱了吗？饱了，这辈子没这么饱过。小肖，我家书呆子成顶梁柱了。嫂子，这才哪到哪，以后我要让你穿绸缎，住砖房，咱们秦家的腰杆子彻底直起来了。1个礼拜后，秦家起了新居，林婉已经睡熟了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秦霄在里屋麻利地收拾着东西，他在腰间别上了那把剔骨刀，检查了一下胸口的钢笔。安抚好了村里，该去填那个女人的胃口了。苏青100斤肉。秦霄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，今天是约定的最后期限。秦霄手一挥，面前的空地上凭空出现了一堆刚宰杀分好的野猪肉。崎岖的山路上，秦霄推着一辆老式独轮车，车上堆着高高的稻草，下面盖着的是给苏青送的几百斤野猪肉。前方50米，路中间横着一根木头，设了临时哨卡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秦霄停下脚步，他看了一眼距离，50米。如果硬闯，容易暴露身份；如果掉头，苏青那边没法交代。查得这么严，看来县里又不太平了。既然不让过人，那就过鬼吧。秦霄的手指搭在胸口的钢笔上，秦霄连人带车瞬间凭空消失。2个哨兵愣住了。哥，你刚才看见没？是不是有辆车？看花眼了吧？这大半夜的，鬼才推车呢。走，过去瞅瞅。2人端着枪，小心翼翼地往前挪，走到秦霄刚才消失的地方，地上只有2道深深的车辙印。到了这里，突然断了。就在这时，秦霄正推着车，悄无声息地从2人中间穿过。县城供销社后巷里，苏青在寒风中来回踱步。主任，都2点了，那小子是不是不敢来了？毕竟全城都在严查。再等等，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，他那种人，要么不答应，答应了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也会来。话音刚落，巷子深处的阴影里突然传来一声重响，苏青和司机猛地回头，原本空无一物的死角凭空出现了一辆独轮车。秦霄坐在车把手上，手里把玩着那把剔骨刀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苏青。久等，路上碰到几个小鬼，耽误了点时间。这是一条死胡同，只有这一个出口，我一直盯着出口。秦霄是怎么进来的？翻墙，带着几百斤肉翻墙。你是飞进来的？别管怎么来的，货在这，验一验。苏青看到野猪肉，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秦霄的眼神变了。在这个县城能绕过3道封锁线，把这么多肉悄无声息运进来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苏青突然伸出手，替秦霄整理了一下衣领。秦霄，以后叫我青姐，这县城的黑市以后有你一半。青姐客气了，我要的金条呢？苏青笑了，他冲着司机示意，司机从车上拿下一个小木箱，盖子掀开，里面有5根小金条。这是你要的硬通货，秦霄，你有这通天的本事，窝在那的穷山沟里，太屈才了，跟我干吧。青姐，钱货2器，这箱黄鱼我收了，至于其他的，嫂子还在家等我吃饭。嫂子，那个乡下女人就那么让你惦记？行，我不急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求着来找我。秦霄拎着箱子刚走到巷口，阴影里突然亮起一簇火苗，一个满脸横肉，左脸有道长刀疤的男人靠在墙上点烟，他是县城原本的黑市霸主郭三。哟，这不是苏大美人的新欢吗？拎着这么沉的箱子，也不怕闪了腰。巷子两头突然钻出来7、8个手持铁棍的打手，堵住了去路。郭三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想找死？苏姐，面子我给过你了，但这小子他出的货太多，把我的路给堵死了。最近我的厂子连根猪毛都收不到，全跑他这儿来了。郭三从怀里掏出一把弹簧刀，在手里耍了个刀花，直指秦霄。箱子懂不懂规矩？抢饭碗是要留下一只手的，把箱子留下，手留下，人滚蛋。你的路堵了，是因为你路走窄了。想动我的手，你可以试试。郭三被秦霄的眼神激怒了，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，郭三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苏青挡在秦霄身前，从手包里掏出一把手枪，直接上膛。秦霄是我的人，你敢动他，明天我就让你郭三的名字在县城消失。不信你就赌一把，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。苏青，你为了个小白脸跟我翻脸，咱们可是有多年的交情。少废话，滚！郭三咬着牙，死死盯着秦霄和苏青，他知道今天动不了手了。苏青这个女人疯起来，真敢开枪。行，苏姐霸气，今天我认栽。郭三转身欲走，突然停下，回头冷冷地看着秦霄。小子，你能躲在女人裙子底下一辈子吗？听说你是红星大队的，你嫂子长得挺水灵吧？不知道她有没有苏姐这本事，能挡得住我的刀？这句话一出，秦霄原本平静的脸
瞬间变得狰狞。秦霄的手猛地摸向胸口的钢笔，他想现在就杀了郭三。别冲动，这儿人多。郭三看着秦霄愤怒的样子，得意的大笑。怕了就乖乖把生意吐出来，咱们走着瞧。郭三带着人大摇大摆的走了，巷子里只剩下秦霄和苏青。秦霄盯着郭三消失的方向，眼底一片血红。秦霄，郭三这人阴狠毒辣，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干得出来。这段时间你别回村了，住我这儿。不用，他想找死，我成全他。秦霄提起装满金条的箱子，转身看向苏青。青姐，谢了，不过下次别挡在我前面。我的女人我自己护，我的仇我自己报。红星大队村口，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进了村里，车斗里装得满满当当，不是别的，全是烧结砖和水泥袋。乖乖，那是红砖，县里百货大楼才用的红砖。我是热昏头了吧？秦霄这是要把皇宫搬咱村来了。秦霄从副驾驶跳下来。二狗愣着干啥？喊人卸车，告诉大伙来帮忙的不管饭，但每人发2个白面馒头。馒头白面的，秦队我来，我这就去喊人，谁不来谁是孙子。秦家旧址旁边，全村的壮劳力都在卸砖、和泥、砌墙，原来的破茅草屋已经被推平了。大伙歇歇，喝口水，慢点干，别砸着脚。